你有没想过，太阳把地球晒得发烫，为什么日地之间却冷冰冰？太阳表面足足5500摄氏度，烧了46亿年，还在发光发热，把我们地球晒得暖烘烘的，连远在南北极的冰盖都会因为光照慢慢融化。可太阳和地球之间那1.5亿公里的太空，却冷到接近绝对0度，甚至比地球南极最冷的地方还要低上几百倍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难道太阳的热量会隔空跳级，直接绕过空旷的太空，专门传给地球？你觉得太空冷的核心原因是什么？是太阳的热量传不过去，还是太空本身就存不住热量？聊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得先搞懂一个基础问题：太阳压根儿没有氧气，为什么能烧了46亿年还不熄灭？毕竟我们在地球上见的所有燃烧，不管是点根火柴还是烧一锅水，都得有氧气帮忙，没氧气火立马就灭了。其实答案特简单，太阳的燃烧根本不是我们日常说的燃烧，而是被它自己的引力硬生生压出来的核聚变反应。这也是 NASA 通过太阳动力学天文台 SDO 观测后反复验证的太阳能量核心来源。这里就得说个关键数据了，太阳的质量占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 99.86%，剩下的8大行星、小行星、彗星加起来才占 0.14%。这么大的质量带来的引力有多恐怖呢？它会把自身内部的物质拼命往中心挤压，让内核的温度直接飙升到1500万正负50万摄氏度。这是 NASA 2025年最新公布的太阳内核精准测温数据。在这种极端高温下，太阳内部的物质就变成了等离子态，简单说就是原子里的电子被能量撞得脱离了原子核的束缚，到处乱窜。整个太阳内核就是原子核、电子、光子混在一起的粒子大乱斗状态。而核聚变呢，就是这些乱窜的氢原子核碰到一起，合并成氦原子核的过程。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，因为原子核都是带正电的，同种电荷相互排斥，想让2个氢原子核凑一起聚变，得先克服这个静电斥力，需要巨大的能量。我们都知道氢弹是利用氢核聚变的，而氢弹想要引爆，温度至少得达到1亿摄氏度，可太阳内核才1500万摄氏度，差了快7倍，按说根本达不到聚变条件。那太阳的核聚变是怎么来的呢？这就牵扯到微观世界的神奇现象了。量子隧穿效应。2024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CER 案的最新研究还证实，恒星内部氢核聚变的量子隧穿概率比之前科学家测算的还要高 1.2 倍，这也是太阳能稳定聚变的关键。简单说，量子隧穿效应就是哪怕没有足够的能量克服斥力，2个氢原子核也有极小的概率直接穿到一起发生聚变。这个概率低到什么程度？一对氢原子核大概要等10亿年才能发生一次反应，而且聚变的第一步还得让一个氢原子核变成中子，这个过程需要弱相互作用参与，也是个小概率事件。但架不住太阳太大了呀，内部的氢原子多到数不清，再低的概率乘以天文数字的粒子数量，就能产生大量的聚变反应。也正因为这2个小概率条件，太阳才不会像氢弹那样一下子炸成烟花，而是以极慢的速度进行氢核聚变，稳稳定定地释放能量。NASA 的最新太阳演化模型测算，太阳这样的燃烧状态还能持续50亿年，我们完全不用担心中途熄火。而核聚变的过程中，4个氢原子核会变成一个氦4原子核，反应前后会损失一点点质量，这部分质量就会按照质能方程转化为巨大的能量，以光子和中微子的形式向宇宙空间扩散，这就是太阳热量的来源。太阳释放的能量到底有多夸张呢？如果把太阳单位时间内的总辐射量换算成人民币，大概是每秒往太空撒70万亿，而我们地球能接到的也就只有3万块左右。更可惜的是，目前人类能实际利用的太阳能，连这3万块的1%都不到，也就3毛左右。看到这儿，你觉得未来人类能不能把这3万块的太阳能全部利用起来呢？有没有可能靠太阳能实现能源自由呢？既然太阳释放了这么多能量，那这些能量为什么留不住在日地之间的太空，反而让太空冷到接近绝对0度？其实答案的核心就藏在温度到底是什么这个基础定义里。
这也是国际计量局最新确认的温度微观解释。温度的本质就是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热运动的剧烈程度。简单说，我们平时觉得一个东西热，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分子、原子在拼命瞎晃悠；觉得一个东西冷，就是这些粒子晃悠的特别慢，甚至快不动了。而且这个定义有个前提，就是必须有足够多的粒子，因为温度是个统计概念，靠的是粒子的平均动能来衡量。没有粒子，或者粒子少到可以忽略，就根本谈不上温度。这就像我们想统计一个班级的平均分，至少得有几十个学生，要是班里就一个人，平均分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太空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根据 NASA 2025年的星际空间探测数据，日地之间的宇宙空间粒子密度平均下来1立方米都不到一个氢原子，而我们地球表面1立方米的空气分子就有 2.7 乘10的25次方个，两者差了26个数量级，相当于一个芝麻和整个地球的差距。太空里空到这种程度，太阳发出的光子在太空里飞行时基本碰不到任何粒子，自然没法把能量传递给太空，太空也就没有粒子能吸收能量进行热运动，温度当然升不上来。而地球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地球有厚厚的大气层，还有土壤、海洋、岩石，全是密密麻麻的粒子。太阳的光子飞到地球后，会被大气中的氮气、氧气分子，还有地面的物质粒子吸收。这些粒子吸收了光子的能量，热运动就会突然变得剧烈，平均动能大幅提升，温度也就跟着升高。这就是太阳能把地球晒热的原因。说白了，不是太阳的热量绕开了太空，而是太空太空旷，留不住太阳的能量，而地球是个粒子密集区，能接住并转化这些能量。还有个大家容易搞错的点，很多人觉得太空是绝对零度，也就是-273.15摄氏度，但这其实是错的。根据欧洲空间局普朗克卫星最新精准观测数据，太空的实际温度是 2.72548K， 换算成摄氏度就是-270.42452摄氏度，比绝对零度高了一点点，而这一点点温度就来自于宇宙大爆炸的余温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。这里再说个有趣的小知识， NASA 的宇航员出舱执行任务时会遇到一个特别极端的情况，如果直接被太阳光照到，宇航服的表面温度会飙升到120摄氏度以上，而背向太阳的那一面温度会骤降到-150摄氏度以下。这也是因为太空没有粒子传递热量，热量只能通过辐射的方式传播。有太阳辐射照射时，粒子吸收能量就升温，没有辐射时，自身的热量会以红外辐射的形式散掉，温度就会快速下降。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太空冷的核心原因。总结一下，太阳把地球晒热，而日地之间的太空却冷冰冰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神奇的宇宙魔法。核心就2个关键点：第一，温度的本质是微观粒子的热运动，而日地之间的太空粒子密度极低，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热运动，也就无法体现出温度，更没法吸收太阳的光子能量。第二，太阳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在宇宙中传播，光子能轻松穿过空旷的太空，最终被粒子密集的地球吸收，让地球的粒子热运动加剧，从而实现升温。而太空因为太过空旷，留不住任何能量。另外还要记住，太空并不是绝对零度，而是有着宇宙大爆炸留下的余温，只是这个温度太低，无限接近绝对零度而已。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能感受到太阳的温暖，其实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儿。地球不仅有足够的粒子能接住太阳的能量，还有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，让这份温暖保持在适合生命生存的范围。这也是地球能成为太阳系中唯一有生命的行星的重要原因。